2个00后女生亲手在农村打造属于自己的养老小院，是种什么样的体验？1年前，因为城市工作失意，我和大学好友林子一起回到农村，花180块租下了这间破院子。我和林子呢都特别喜欢看李子柒的视频，所以呢特别想在农村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田园小院，过梦想的田园生活。于是我们就计划亲手在农村打造一间属于自己的田园小院，并且拍摄3段短视频进行自媒体创业。因为预算有限，我们就只能租到这种破烂不堪的房子。虽然房子很破，但是窗外的风景真的很美。这是刚来的时候拍摄的一条入户视频，一条小路通向我们的院子，路两旁全部都是芒果树，还有2棵超大的龙眼树。住户门是一棵三角梅，里面还有咖啡树。再往里面走就是我们的房子和院子了，周围全部都是芒果树，房子加上房子周围1亩多的芒果地，全部加起来只要180块钱1个月。于是我们立马签下了10年，并且开启了我们的改造之路。像这种老房子已经很多年没有住人了，所以第一步就是要用杀虫剂将房子全面消杀一遍，然后就可以将房子打扫干净了。我们做这个决定，家里人也很支持，所以第1天打扫的时候，全家人都来帮忙了。打扫完看起来就舒服多了。房子的墙皮一碰就掉，所以需要将墙皮全部铲掉后重新粉墙。林子我们2个人铲了3天才铲完，铲完感觉更破了，哈哈。原本的窗户有点小，我想把它开大一些。我爸就在村里帮我们临时组建了一个施工队，来帮我们改造老房。为了节省预算，请的师傅也是村里最便宜的游击队师傅，所以每一步也都需要盯着师傅做。拆完窗户又来拆屋顶了，屋顶的房船已经坏了好多根，我们就去村里拆老房的人家买了一些旧木头，让师傅给换上。改造期间还需要给师傅提供餐食，我们就原地起灶，就这么给师傅们做了3个月的饭，厨艺也是这个时候给练出来了，哈哈。屋顶修好，又马不停蹄地开始吊顶了。因为是第1次做老房改造，没有经验，当时只想着把屋顶吊灰的问题给解决，没有考虑全面，就直接做了假梁，用了石膏板吊顶，以至于现在每天晚上都有老鼠在吊顶上聚会。水泥墙也是跟吊顶同时进行的，我们没有经验，也不好上手，就只能给师傅们打下手。粉墙的这段时间不是在拌水泥，就是在提沙灰，每天都过得很充实。这个时候房子已经大变样了，看起来也不再像危房了，哈哈。继续接着改造厨房，厨房是所有房间中最破的，墙上还有一条大裂缝，所以改造难度最大。跟我干了20多年工程的老爸讨论了很多方案，最终决定在墙体2边焊上钢架，中间用铁片连接固定，起到固定墙体后续不会坍塌的作用。方案确定，就由我爸带领施工团队施工了。此刻真的觉得自己很幸福。从决定改造房子开始，家人都是很支持的态度，这真的给了我很大的底气。我让师傅给我在厨房里开一个超大的窗户，一个没注意墙就塌了。这就是为啥一定要盯着他们干活的原因，也是他们成为村里最便宜的师傅的原因。磨水泥就是他们的拿手活了，就不用盯着了。我们来把家门口这条路挖宽敞一点，方便后续运材料进来。挖完，师傅这边水泥墙也完工了，这下终于变成毛坯房了。我们改造期间请的最贵的师傅木工师傅也登场了，我让师傅给我做了所有房间的窗户。期间我们也学会了使用角磨机给窗户进行打磨，这个也是我学会使用的第1个工具，没想到以后会变成我的常用工具之一。木工师傅做的窗户真的好喜欢啊！紧接着我又让木工师傅在房间里给我搭了一个阁楼，搭阁楼和做窗户的材料也都是从拆老房的人家里买来的旧木头。主打的就是一个抠搜改造，哈哈。阁楼做完，我们定做的玻璃门也上门来安装了。原本的猪肝色大铁门要把它拆掉，玻璃门装上后，就越来越期待改造好之后的样子了。磨水泥之前忘记排电线线路了，现在只能重新开槽埋线了。买好线路就可以准备刷腻子了。师傅们刷腻子，我们清理院子的食物，分工合作。院子里的咖啡也熟透了，那就一次性也给摘了，摘完处理了，留着房子改造好后喝。腻子刷完，我们的房子又变了一个大样。
改造老房2个多月，上厕所一直是个问题。于是我们就在厨房旁边的位置新建了一个卫生间，同时还做了干湿分离。当时贴这个瓷砖，很多网友都说像公共厕所，哈哈。厕所选的是我喜欢的蹲厕。期间我们还自学了吊顶安装，给卫生间做了吊顶。做完之后，整体就是这样的。瓷砖师傅顺便还给我们的厨房搭了灶台，贴上了瓷砖，厨房的感觉立马就有了。接着给所有的墙面打磨之后，全部刷上乳胶漆。假木梁上沾了很多的乳胶漆，怎么搞都弄不掉，索性就直接买来木纹贴纸给贴上。贴完之后还真挺像一整根木头的，楼梯上的漆只能打磨掉了。现在的我工具使用起来已经很熟练了，给师傅打下手的这段时间，真的学到了很多东西。接下来的改造就是使用超能力了，请专业的师傅给我们的房间安装门，还有房间的木地板。铺完地板，房子的硬装部分就完成了，我们的预算也花的差不多了。接下来的软装部分我们就不请师傅，准备自己动手做了。我们先把阁楼给布置出来，改造期间一直都是在村里租房子住，来来回回跑也不太方便。布置完了是我想要的效果，这下终于有住的地方了。卫生间没有门，住着也不方便。之前房子里拆下来的猪肝色大铁门，正好可以改造了用上。改造期间一直是在室外做饭，厨房改造也迫在眉睫了。先用美缝剂给地板美缝一下，再把橱柜门安装上，感觉整体太白了。用贴纸给灶台改个色，装上水槽和窗帘，氛围感一下子就有了。接下来就是不停的往厨房里面填东西了。厨房改造完，我们接着来改造院子。院子改造完，接着来布置室内。
平时得空的时候，我们也会做一些旧物改造和一些手工来填充家里。到这里，距离我们租下房子已经过去1年了，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房子现在的样子吧。